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女友拿着我策划的项目升职加薪，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更是在庆功宴上勾搭上太子爷后转身甩了我，还扬言要炒我鱿鱼，怎么可能？第二天，董事长来公司，就把我叫进了办公室，所有人都等着看好戏。却不想，老头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用拐杖指着我问：“臭小子，你玩够了没有？打算什么时候继承家业？爸真的想退休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庆功宴上，他们都在举杯为沈燕妮庆祝。虽然项目大部分都是我做的，但是只要沈燕妮开心，我就觉得值得了。沈燕妮是我大学时的白月光，我追了她4年，每天起个大早送早餐到她的课室，她都露出洁白无瑕的牙齿对我道谢，我都很开心。燕妮真的人漂亮，能力又强。男同事过来和我碰杯，眼神猥琐地打量着沈燕妮，我有些不悦，侧身挡在她面前，举杯和她笑笑。确实，只不过也是一个靠男人上位的女人。男同事嗤笑，我实在看不惯，抬手就给了他一拳。我们2个扭打了一瞬，其他同事来拉架，我擦了擦嘴角的血，透过人群看到沈燕妮也往这边看来，她皱着眉，有些不悦地看着这边，似乎在责怪我们这边的矛盾，搅乱气氛。顾总裁来了，别闹事。主管呵斥道。顾玉安捧了一束花，推门进来，身后的秘书脸色绯红，嘴角口红晕开了一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唯独我的白月光沈燕妮一脸娇羞地跟他拥抱，接过他手上的捧花。燕妮，这次项目完成得很好，你真的很棒。顾玉安贴向沈燕妮的脸，看着他们亲昵的动作，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是沈燕妮现在很开心，因为她快要升职了。她刚刚趁机给我发信息，可不可以不要在庆功宴上闹事？你看不得我好吗？我怎么会盼不得她好？我熬了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做的项目，修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方案，只为他能够顺利签下合同。你不是说不喜欢跟男人靠得太近吗？我压下心中的不爽，在桌底下给沈燕妮回信。隔了5分钟，她回：你闹什么？那只是法国的见面礼仪。我在抬头时，沈燕妮在顾玉安旁边笑意盈盈。我有些生气，连灌了自己3杯酒。旁边的女同事挨了过来，支支吾吾问我要不要一起玩游戏。我酒精上了头，又想跟沈燕妮怄气，当即答应下来。真心话还是大冒险？酒瓶指向我，我选了真心话。在场有喜欢或者有好感的女生吗？我目光扫过在我旁边期待满满的女同事，最后停在沈燕妮的身上，点了点头，有的。众人起哄，进行下一局的游戏。又轮了几局，酒瓶指向我旁边的女同事，她害羞地低下头，选了大冒险，亲一下在场的一个异性。话音刚落，其他同事纷纷起哄，只见她害羞的耳朵也开始泛红，然后飞快在我左脸颊啄了一口。现场气氛愈来愈火热，其他同事也想要趁机撮合我和女同事。我害怕沈燕妮看到这一幕，有些慌张地往沈燕妮那边看了一眼，却看不到她在哪。那个与我争执的同事酒精上头，在那边悠悠说：我就说那个沈燕妮是靠男人上位的，她刚刚才喝几杯呀，就醉得恨不得粘在顾总身上，最后贴着顾总走的。我攥紧拳头，那个顾玉安可不是什么善茬，沈燕妮可不能出事。我酒醒了一半，借口上厕所，轻轻推开了女同事，
我离开聚会，跑到门口附近，才看到顾玉安扶着沈燕妮一步一步往酒店走去。沈燕妮好像醉得不轻，整个人挂在顾玉安身上。我上去就给了顾玉安一拳，乘人之危，你算什么正人君子？顾玉安被打得往后退了几步，摇摇晃晃才勉强稳住身子。我扶着沈燕妮，对她怒目而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算什么东西？顾玉安捂着眼角淤青，指着我的鼻子大吼道。沈燕妮悠悠转转醒过来了，她一把甩开了我的手，跑到顾玉安身边，担忧又讨好般地问他：顾总，不好意思，他最近在追求我，我已经拒绝他了。没想到他这么偏激。沈燕妮没有明面上拒绝过我，但是这一次直接明面上说出这样的话，倒是让我一愣。哦，原来是舔狗，我还以为多厉害呢。顾玉安嘲讽地看着我，一把搂过沈燕妮的肩，后者也没推开，顺势靠在她的怀里。燕妮看不上你，还不懂吗？讨人嫌的舔狗。顾玉安说话极其难听，手搂紧了沈燕妮的肩膀。什么意思？我看向沈燕妮，期待她给我个答案。她咬咬牙抉择，和你谈恋爱有什么用？你有他有钱吗？沈燕妮话音刚落，顾玉安就笑得十分张狂，搂着沈燕妮转身往酒店走去。滚吧，舔狗！我气不过，上前和顾玉安扭打在一起。沈燕妮无从劝架，只能在旁边着急。最后还是公司同事听到动静后，纷纷出来拉架。你别想在这公司混下去了。顾玉安指着我的鼻子放下狠话。主管匆匆赶到调解，对着顾玉安道歉。道歉就不用了，除非他跪下跟我磕头，不然明天就去财务那里领工资，收拾东西滚蛋。主管听闻之后脸色大变，靠近顾玉安的耳旁说悄悄话：顾总，他吵不得，他上头有人。顾玉安也喝了小酒，醉意上头，一脚踹在主管的腿窝处。上头有什么人？我好歹是个代理总裁，想让谁滚蛋还得看别人脸色。女秘书也赶了过来，在顾玉安身边耳语。他缓了缓，表情像吃了屎一样难看。好，顾琛，跟你同个姓真让我恶心。你就在公司待着吧，我看你能坚持多久。顾玉安说完，继续搂着女秘书的肩膀上了车，留下沈燕妮在原地和我们一众人面面相觑。沈燕妮用嫌弃又指责的眼神看向我，闹成这样，你满意了吧？顾琛，他甩开我的手，随手截停了一辆车走了，汽车尾气还弥漫在空中，我的心也冷了下去。顾玉安没有炒掉我，也没有权利炒掉我，沈燕妮却升了职，顶替我成了项目组长，我现在也算是他的下属之一。他开始在公司里打扮得花枝招展，下班就坐上顾玉安的车出去约会，在工作上开始对我挑刺，还带头让同事孤立我。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温柔善良的沈燕妮了，他甚至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了。琛哥，只要你开口，这个项目我就终止合作。项目甲方，也就是我的好兄弟聂成，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件事，跑来我们公司给我撑腰。主管跟沈燕妮在会议室外面为了这个项目忙前忙后，准备待会的方案洽谈，而我在会议室里和聂成谈笑风生。别了，这公司以后我还要接管呢，终止合作，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哎，我真是不懂你了，明明可以直接接手公司的，为什么还要从底层做起呢？反而让那个什么代理总裁狐假虎威。聂成摇摇头，表示对我的不解。我爸找到我的时候，想直接让我接手公司的，
但我对公司了解并不算多，还不如从底层做起，看看能不能拔出蛀虫，反而对公司有益。我说道：我看啊，你们公司最大的蛀虫就是你爸的养子。沈燕妮推门而入，眼神不善地瞪了我一眼，随后换上一副掐妹的表情，身子一扭就往聂成旁边坐下。聂总，又见面了，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沈燕妮，请多指教。聂远懒散地靠在椅子上，盯着沈燕妮明知故问道：我怎么记得这个项目跟我对接的是顾组长啊？沈燕妮瞄了我一眼，顿了一下，随后展开笑颜。有些人能力不足，自然会有人接替上。嚯，真会说！我笑而不语，在一旁看着沈燕妮表演。哦，那么麻烦沈小姐继续说一下这个项目的进展和当时贵公司给我的云数据。聂成也是会挑刺的，专门把那些复杂却繁琐的数据摆在台面上，让沈燕妮难堪。沈燕妮一愣，有些慌张，看了我一眼。因为沈燕妮与我闹了矛盾，升职之后就有意晾着我，没和我说过一句话，更别说交接项目了。看我坐在一边无动于衷，沈燕妮明显慌了，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这个项目主要是……沈燕妮咬着下嘴唇，支支吾吾。看来贵公司不太重视我们这次合作。说完，聂成已经站起身来，作势要走。我笑笑，聂成这演技都可以去做演员了。沈燕妮束手无策，求助地看向我，走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顾琛，这个项目也是你的心血啊，你快说句话呀。见我无动于衷，他还是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姿态。顾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谈下这个合作。沈燕妮咬紧牙关，我答应做你女朋友。这个合作项目签了，沈燕妮作为项目组长能拿到10万的回佣，难怪她愿意放下身段和我道歉，甚至说愿意做我女朋友。我心中难受，但项目还是要继续的。我开口挽留：聂总，咱们还能聊聊。聂成也心领神会地顺着台阶下，合作谈得很顺利。沈燕妮展开笑颜，一路声音甜美地喊着聂总聂总，将他护送出去。今晚晚餐我请。沈燕妮回到办公室，豪气地请客，同事欢呼，都来祝贺沈燕妮成功签下合同。被围绕在中间的沈燕妮丝毫忘了刚才会议室说过的话。聚会上，沈燕妮享受着众星捧月，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事实上，沈燕妮没有忘记，而是转身告诉了顾玉安，而顾玉安因为没有权利开除我，转身又告诉了他的便宜老爹。所以几天之后，顾董事长来公司了，并且一大早就把我叫进办公室。给你挑了那么多好的相亲对象，你怎么就看上那个女的？能跟玉安在一起的就没有心思单纯的女人。我爸恨铁不成钢，做事要用拐杖打我。现在那个女人反过来咬你，说你职场骚扰。玉安过来让我处置你，说是公司风气都被你搞坏了。无所谓，清者自清。我无奈摊了摊手，心里已经对沈燕妮没了期待。我说你啊，都已经在底层做了3个月了，基本都了解了公司的运作了，你就直接接管公司，我也好跟你妈去旅行享受一下。顾董事长嘿嘿一笑，推搡了我一下。我妈属于总裁小说带球跑那种，怀着我的时候就离开了我爸，跑到国外生下了我。我爸因为找不到我妈而被家族催婚，随手领养孤儿院里年纪最小的顾玉安，对外宣称这是自己流落在外的孩子，用来堵住家族催婚的悠悠众口。现在我跟我妈被找回来了，我爸满脑子就想着怎么补偿我妈。
跟我妈过二人世界，重拾少年时的美好浪漫。公司也不想管了，而我拒绝了直接接手公司，所以我和顾玉安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得到公司同事和股东的认同。爸，你别再逼我了，不然我就带我妈跑路了。你真是不孝子，给老子滚出去！我嘻嘻一笑，离开董事长办公室。办公室的有些同事都不敢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沈燕妮则是带着幸灾乐祸的眼神看向我。顾玉安也来了，主管让了个位，顾玉安就在那里坐了一天，但也等不到让我收拾走人的通知。顾玉安心里不服，咬牙切齿地瞪着我。今晚大家下班一起去吃海鲜大餐，我请。同事们欢呼说又有口福了，还有的说是沾了沈燕妮的福。顾玉安经过我身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用不高不低的声量说道：“你就不用去了吧，免得浪费公司资源。如果我是你，我就现在收拾东西走人了。”我哈哈一笑，顾先生没有权利辞退我，就不要在这危言耸听了。我还是得等正规的人事部通知才决定去留。我们俩针锋相对，火花四溅，同事都识相的默不作声。通知是下来了，沈燕妮被降职，我又重新调回项目组长的位置。大家对于这个结果都出乎意料。我跟顾玉安这个代理总裁对着干的事尽人皆知。大家以为我被辞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顾玉安没有权利处置我，这件事让他没了面子，不就是当舔狗，当到职场上了吗？顾玉安摊手，站在沈燕妮的位置上放下狠话：等我接手这家公司，第一个辞退他。声音不大不小，我正好能听到。一旁的沈燕妮好像受欺负了一般，泪眼汪汪。辞退谁？一声好听悦耳的声音传来，是一个陌生的漂亮女人。看到大家都用探索的目光看向她，她也大方微微一笑：“你们好，我是新入职的经理秦岩，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大家多多指教。”她顿了一下：“刚才我听见说有人要被辞退，是谁吗？我刚来就可以吃瓜了吗？”大家都不敢接上这个话题，面面相觑地看着对方。我正要上前带他去办公室，顾玉安却松开沈燕妮的肩，快我一步：“你好，秦小姐，我是这里的代理总裁，我带你去办公室吧。”秦妍很漂亮，大方得体，温柔近人。沈燕妮不足她的1/1000，看来顾玉安又要换目标了。看来这家公司还挺人性化的，代理总裁可以经常往我们这些小职员办公室跑。秦妍眉眼弯弯，说出的话却暗戳戳内涵人。顾玉安不以为意，积极主动在前面带路：“顾总，先不麻烦你了。”秦妍转身喊道：“项目组长顾琛，有事情需要交接一下，来带个路吧。”我起身路过面色铁青的顾玉安，把秦妍带去他的部长办公室。办公室内，秦妍脱下他的金丝眼镜，目光炯炯看向我：“顾学长，好久不见。”我有些迷茫地看向他，秦妍有些受伤：“我们是一个大学的，你忘了呀？大学的时候就顾着追随沈燕妮了，确实没有太过留意其他同学。没关系的。我听聂学长说了你在这里的窘迫，我是来帮你的。”窘迫？我笑了。聂远估计没把事情全部告诉他。顾学长，你不要苦笑，笑得太难看了。我知道你心里苦，我帮你撑腰。秦妍一脸严肃，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倒也不用。我刚要拒绝他，办公室门就被沈燕妮敲开了。顾琛，聂总那边公司的合同出事了。我跟着沈燕妮到了休息室，他左顾右盼，像做贼一样拿出合同给我看，
里面小数点后面赫然少了一个零，这意味着公司可能要因此损失几百万。沈燕妮眼泪汪汪看着我，手指轻轻扣住我的衣袖，对我撒娇道：顾琛，你帮帮我。那时候你不是说你已经检查过很多遍，确认无误了吗？我平静地问他。那时候看他朋友圈发的图，都是自己熬夜加班，在家也继续工作的辛勤努力。现在想想，都是做的表面工作。那时候我经常熬夜加班，太累了，可能是漏看了。沈燕妮哽咽着站在会议室不知所措。那这是你工作上的失误，我帮不了你。我冷漠拒绝。他又落下2滴泪，带着哭腔问我：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为什么你不帮我呀？那个回用我可以全部给你，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我不能没了这个工作。你可以找你的顾总裁，而不是我这个顾组长。我微笑打断他，划清界限。见我真的不肯帮他，沈燕妮有些急了，她的手攀上我，踮起脚就要往我嘴上亲。我愣了一下，眼角却看到沈燕妮嘴角那抹得逞的笑。啪！一声巨响的巴掌声让我回过神来。沈燕妮的左脸高高肿起，一旁是居高临下的冷漠美人秦妍。贱人，在办公室勾引我男朋友。虽然我不喜欢沈燕妮，但是我也感觉秦妍做得太过了。听到声响，围过来吃瓜的同事堆满了休息室门口。沈燕妮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秦妍。你说他是你的什么？秦妍不屑地看着他。我说他是我男朋友。怎么了？你有意见？沈燕妮笑了起来，看起来有些滑稽。哈哈哈，好呀，顾琛，你大学的时候你说你要保护我，结果你跟校园霸凌我的人在一起了。校园霸凌？秦妍霸凌沈燕妮？我脑子突然有点转不过来了。秦妍却拉了拉我的手，留下一句神经病，就带我走了。公司天台上，秦妍背靠栏杆，笑着问我：顾学长，我们这算不算翘班呀？我的眼光带着探寻，对于校园霸凌这个词多多少少有些介怀，估计感觉到我目光的审判。秦妍微微一笑：沈燕妮就是个神经病。你说大学又不是不给她抽烟，非要在人前装个乖乖女的形象，自己跑到女厕所抽烟，搞到乌烟瘴气的。我就说了她2句，她就哭哭啼啼扔下烟跑出去。那她那时候手上的烟头烫伤，我追问，那可不关我的事，我可不抽烟。秦妍摆了摆手，一脸冤枉。那时候的沈燕妮一个人坐在操场上的台阶上哭，我夜跑路过，主动上前询问她怎么了，她哭哭啼啼不肯说，衣袖却掩盖不住她手臂上的烟头烫伤。我说我可以帮她讨回公道，她也只是扯住我的衣袖，拼命摇头。你太怕事了，所以他们才会欺负你。我那时候立下保护她的念头，默默陪了她4年。电话铃声响起，沈燕妮的名字在屏幕上跳跃，我有些烦躁地挂断。秦妍好奇地探过头来：顾学长，你怎么用我做壁纸啊？你不会也暗恋我吧？秦妍抽走我手机细细观摩，就是拍得有些糊了，也不知道小咪现在怎么样了。屏幕上是一个身穿白裙的女生，温柔给小猫喂猫条。她不叫小咪，她叫善善。我几乎脱口而出。我和秦妍疑惑地互相看着对方，同时开了口：这是你？校园墙找猫的那个是你？大学时我把善善带回了学校，我上课回来发现善善不见了，舍友说她不会是偷跑出去了吧？我着急在阳台张望，只看到不远处的树荫下有个白衣女孩蹲着喂猫，猫的花色极其像我的善善。我用手机放大拍了一张，虽然模糊，
但有80%已经确定了。等我赶到时，善善和那个白衣女孩都不在那边了。四处寻猫无果，我拿着照片发了校园墙。第二天，沈燕妮一身白裙，怀里抱着善善，在男寝宿舍楼下等我。阳光打在沈燕妮的发丝上，那时候我在想，这么善良的女孩子怎么会被校园霸凌侵害？从那天起，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回去找沈燕妮，每天都会起个大早给她买早餐。大家都说我舔了4年一无所有，但是我无所谓。对呀，秦岩用手指指着屏保图片，然后掏出手机打开相册对比。你看这个包包，我前几天出去玩还背过呢。细细对比，一切都有迹可循。沈燕妮的滤镜好像一点一点破开，一切都好像谎言的包围圈。可是是沈燕妮送回来的善善，而且她还说照片那个是她。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呵呵。我喂完小咪的第二天，小咪跑我们宿舍了，但是我舍友不喜欢猫。我抱它出去的时候，沈燕妮见到了，跟我说她知道是谁的猫，她给送回去，我就把小咪给她了。想不到就这样跟学长错过了。秦岩一脸悔恨地哀嚎着，模样可爱至极。那你不是应该跟我同级才对吗？怎么喊我学长？我不解问道。秦岩俏皮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道：我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你了，你太优秀了，我拼命努力想要追随你，然后不小心跳了个级，然后打听了你的大学志愿，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了。原来是这样，合同有误，需要赔偿的是以沈燕妮离职加赔偿全额损失告一段落。最后听说是顾玉安给他摆平了，我也没再关注沈燕妮，她好像从我的生活逐渐淡出。秦岩作为我的上司，又因为上次的事情，现在我们也算是办公室的模范情侣。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事情做得井井有条，无可挑剔，我们合作无间。时间久了，我渐渐对秦岩产生了感情。他很优秀，给公司拿下了很多项目，但是他喜欢把功劳都推给我，总是夸奖我非常有能力，但是却没有伯乐时的我这匹千里马。你怎么在这里一直都没有晋升机会呀？要不我们一起跳槽吧？庆祝宴上，微醺的秦岩目光炯炯看着我，等你功成名就了，我就可以反驳我姐姐了。我揉了揉她的头，情不自禁地亲了一下她的额头，准备跟她说出真相。手机铃声却不适时响起。哎呀，我儿，你快回来吧，你爹都快被那傻帽杨子气死了。刚接通，就是我妈毛毛躁躁的声音传来。我把秦岩送回了家，打车回了顾宅，还没进去，顾玉安的声音却透出了门外。你不是为了这个女人做了丁克吗？你那个亲儿子在国外都不知死活，公司财产以后不也都是我继承？我只是先用点，怎么了？你这是挪用公款，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我爸恨铁不成钢地怒吼着，拐杖敲得栏杆作响。我当初领养你，是看你纯真朴实，你怎么长大变成这个样子？爸，你老了，该让位了。股东已经把股份赚了20%给我，除了你那个不知道死活的亲儿子，我已经是公司最大股东。下周一你在股东大会上直接退位吧。顾玉安大笑着打开门，看到我站在门口，讥讽道：怎么，公司的舔狗都舔到董事长家了？不过很快你就得恭恭敬敬地叫我老板了。哦，不对，等我做了董事长，第一个辞退你。顾玉安哈哈大笑，怀里搂着浓妆艳抹的沈燕妮走了。原来沈燕妮辞职之后跟了顾玉安，任由顾玉安嘚瑟。我没有当场揭穿他，还是等他得意久一点吧，那样会摔得更疼一些。
进了顾宅，我妈正在沙发上给我爸顺气。我爸瞪了我一眼：“我明天给你安排了联姻对象见面，你准备准备。”我爸对着我下达命令：“我有喜欢的人了。”我无视他的命令，在他对面沙发悠然坐下。“你小子有喜欢的人，那你就赶紧结婚啊！你看不到你爸被那傻帽逼到什么程度了吗？”我妈在一旁煽风点火：“明天记得带你喜欢那位女生给你老妈过目。”没问题。我和我妈一拍即合。我爸拐杖一下越过茶几，打到我的腿上：“你俩不要唱双簧了，老婆，你是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啊！阿琛是要结婚才具有继承我股份的资格呀。我给他挑的联姻对象，对他以后事业和公司的发展也有帮助，不能说随便找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就草率结婚了呀。”我妈听到后就炸毛了，跳起来扔开了我爸的拐杖：“还不是你养的那个傻帽造反了，现在来逼我儿子有什么用？幸好我儿子没让你来养大，你这么注重联姻，那我带我儿子走就好了，你家的财产都给那个傻帽吧。”我爸见状立马放下身段去哄我妈，让我明天带女朋友过来顾宅给他二老过目。然而事实上就是第二天我把秦岩带回家里，秦岩亲昵上去挽着我爸的手臂嘘寒问暖：“顾叔叔，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呀？”我爸就一直笑得和蔼至极，甚至还塞了个大红包给秦岩：“哎呦，小妍真的是越戴越漂亮了。”我把我爸扯向一边，我妈就和秦岩在大厅亲如姐妹一样聊得很欢。“怎么回事？你认识秦岩？”我爸一脸得意地看向我：“不愧是我儿子，跟我的眼光一样好。小妍就是我给你挑的联姻对象，原来你已经给他拿下了呀。”我和秦岩顺理成章地领了证，又在律师的见证下把我爸的股份转让给我。手续一完成，我爸马不停蹄就订了2张马尔代夫的机票，带着我妈过二人世界去了。“儿子，我相信你能摆平这个烂摊子。”我爸上飞机前笑眯眯地将顾玉安这个烂摊子丢给了我。周一，公司气氛尤为凝重。我和秦岩到公司的时候，其他同事悄咪咪讨论说公司可能有大动荡，顾玉安可能要正式接管公司了。我就说那个沈燕妮靠男人上位吧，现在离职了，转身就做了顾总情人。那个当初因为沈燕妮和我有口角的同事又吃起了瓜，只不过我心态转变，现在非常认同他的话。沈燕妮打扮得花枝招展，犹如一只花孔雀一般，坐在会议室外面的椅子上，一副胜利者上位的姿态。“顾琛，我劝你还是趁早收拾东西吧，顾总今天可能就要接管公司了，他针对你，估计第一个处理的就是你。”主管拉住我的手臂，语重心长地叹息道：“我也算主管的左膀右臂，他怕我难堪，不想让我去面对上位后的顾玉安。”我推开他的手，让他安心，然后在同事的目光下推开了会议室的门。会议室里，顾玉安坐在第2把椅子，第1把椅子是顾董事长的，不过他现在已经在马尔代夫度假。见到我，顾玉安眼神不悦：“你什么身份？怎么敢进来？滚出去！”我笑笑，大步一迈，在第1把椅子上坐下。“什么身份地位？这个椅子是你能坐的？”顾玉安暴怒下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再说一遍，滚出去！”我礼貌微笑，在座位上反问他：“我不懂，你一个挂着代理总裁的罪犯，有什么资格让我一个正儿八经的总裁滚出去呢？什么总裁？你是什么东西？”顾玉安咬着字重复了一遍：“顾董事长，也就是我亲爸，已经将名下的股份全额转让给我了，
现在加上我手上的股份，已经是公司的55%。你要拿着你手上微弱的30%与我抗衡吗？我直视他，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管理一点点崩塌。那几天我查了一下，顾玉安手上本来有15%股份，然后找其他小股东收了一些股份，拼拼凑凑拿到另外的15%股份，才有胆量在顾董事长面前叫嚣。什么亲儿子？他哪有什么亲儿子？他丁克，不好意思，是正儿八经有血缘关系的亲儿子。我一字一句咬得特别清晰。我让我爸的律师进来，他往桌上摆放着一份亲子报告和股份转让报告。股份转让是经过法律见证的，这份转让书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律师冷漠地说，我以董事长的名义辞退你代理总裁的职位，而且我要起诉你挪用公司公款私用。顾先生，想办法把挪用的公款补回去吧，那样可能判得轻一点。警察把顾玉安带回去调查了，沈燕妮在公司闹开了，说怎么样都要跟我聊聊。她顶着那张卡粉且有些脱妆的脸，怎么也让我想不起她往日的美好。顾琛，你怎么没跟我说你是顾氏的继承人？顾琛，我答应你，我做你女朋友。不，我们结婚，现在就去领证。沈燕妮抚上了我的背，那个烈焰红唇也想要慢慢凑过来。我推开她，嘲讽，我有老婆了，而且你也配？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老婆？我忍住恶心，转身想离开，她却哭红了双眼，拽着我的袖子质问我，你以前不是说你最爱我吗？你怎么可以变心？之前都是顾玉安强迫我跟他在一起的，我心里最爱的是你，你心里也是有我的，对不对？你是为了气我才跟秦岩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不介意你跟秦岩在一起过，我们和好吧。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沈燕妮的眼睛好像更红了，脸上也逐渐显现一个巴掌印。明目张胆在公司勾引我老公，不太好吧？沈小姐，有些事有一不可有二，希望你能够洁身自爱些。秦岩走了进来，亲昵挽着我的手，你们不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吗？谁都有资格争取。顾琛可是爱了我4年。沈燕妮捂着脸，用幽怨地看着我。秦岩笑了，他在包里拿出红本本，翻开放在桌面上。我们现在可是法律夫妻哦，沈小姐，当小三的下场可是很惨的呢，你是要试试吗？而且阿琛不过是错把你当作是我的替身，守了4年，对你可没有一点感情呢。秦岩拿出我的手机，打开屏幕，指着那个白衣女生的模糊照片，你敢说这是你吗？沈小姐，怎么我记得你是见到路边的猫也要尖叫着踢2脚的人啊。沈燕妮不敢跟秦岩对峙，一时间哑口无言地呆愣在那。警察同志，不好意思，顾玉安挪用公款与这位沈小姐也有关联，麻烦一起彻查。秦岩招呼来了2位警察，把沈燕妮带走了。偌大的会议室就剩下我和秦岩。老公，你不会觉得我做得很绝吧？秦岩又换上了一副娇羞的模样，与刚才雷厉风行的他判若两人。不会，耙耳朵才有福气。我搂着秦岩，仿佛搂住了全世界。番外，你不会跟老头合谋才来我们公司做部长的吧？顾琛躺在床上问秦岩，一切都太过凑巧，让顾琛不敢相信一切都是巧合。秦岩举起双手向投降状，真的，我是听聂成学长说你在这里工作，又受了欺负，我才想着过来帮你的，谁知道这是你公司呀？我是那天见到顾伯伯才知道你是我姐逼着我嫁的联谊对象，抗婚的那段日子可委屈死我了，你早说我就不用一天跟我姐吵几次了。
看着秦言的委屈样，顾琛把他揉进怀里。那我们生个宝宝出来，我们让他委屈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